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次旅行。每一位乘客的身份都神秘而尊贵，他们的身价超乎你的想象。兴奋，非常非常兴奋。海关他们刚检查过了我们的箱子，擺咗喺这边。所以这个文化的血脉就这么延续下去了。现在这一个时间，非常的兴奋。这一次的旅行发生在2022年5月下旬。因为身份太过特殊，他们没有办法共同旅行，需要分批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前往目的地——香港西九文化区。在这里，这些贵宾有的会停留1个月，有的停留3个月，还有的会停留更长时间。这些空间专门为他们而设，每一个空间的设计都连接着一些人、一些创意、一种文化的情感。最紧张就是明年开馆了，我们已经定了明年7月份要开馆，这个时间我们一定要照到开馆。我呢度係點啊？啲嘢搞掂晒啦嘛 ？OK 啦，OK 啦。佢幾點鐘嚟搬啊？其實係差唔多啦，啲大佬。係啊，係啊，差唔多。佢係應該會搬晒啲嘢走噶啦2021年12月10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员工正式搬入新建成的办公室。这一天，距离开馆已经不到200天了。每一分钟的流逝都在靠近一个目标。在这些空间里，他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面墙一定是要先 colorproof 这个颜色，然后这个配这个改良一下。我们应该会决定用这个，因为这个有点比较滑，太滑了。將成個 idea 咁話俾故宮嗰邊知道，跟住其實佢嗰邊俾啲意見嘅，跟住將來嗰個 finalize 嗰啲一定要俾佢嗰邊再睇一睇。即係我哋依家交個 draft 嘅版本俾佢哋係 OK 嘅。係 OK。展览的策划从零开始，一个国际化的团队被召集起来，争分夺秒地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是做宫廷织绣方面研究的一个学者。大部分的工作时间是在美国各个博物馆来从事这个中国艺术的研究和推广，他们是全世界来招聘这个博物馆的副馆长，因为这个博物馆的副馆长他们需要不仅是懂中国文化还要跟故宫有非常好的这个合作伙伴关系。故宫比如说好看的，其实万紫千红那个展览是非常好看的。这句话还可以是我们自己手上，因为我今天不跟你说了，你有这笔书画。哎，我叫焦天龙。我现在是在故宫担任他们首席研究员。我最重要做的就是展览研究，作为我们这个所有策展人的这个领班，我叫展览的好坏，研究水平的高低，还有未来的收藏是什么样的，我要负很大责任。设计部是密切合作，设计部是要按照策展人、研究员的思路来把它变成视觉化，就是 visualize。And the themes of the exhibition is also very similar to ours, which is the making of nature. I'm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we should put here, this one here. This is okay, but I think put the visitor logo here. The idea behind it is to give a very fresh feel to the project. No, I think the problem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languages, but you can only flip the book in one direction. The book is like good to the language. Shall we stick to the concept, having a beautiful detail, but make it more striking, more dynamic? 我们这个团队非常的国际化，
可以说是这个把最优秀的人才都到我们这里来了吧。Just we have a surprise for you. You pass your probation period with flying colors.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excited to join the family. 今天，来自美国盖蒂研究保护所的梁家放正式被录取进入文物修复部。像他这样来自世界各地，研究中国文物、中国艺术史的专才，陆续加盟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以我们这儿我们3个是学考古，他是学陶瓷的，对，考古专业，对。他是牛津大学考古博士。牛津我是在美国斯比大学博士。这些年轻学者的导师，在国际学术界负有重要的影响力。其中不乏中国考古和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专家，而今天，他们因为这座博物馆的建立，来到香港。怎么样把我们过去规划了5年一个很好的博物馆计划实现，把故宫的文物很好的陈列出来，把我们这个教育活动提供给观众，得到我们开馆这个目的，这个企业，一个使命，怎么样去推动中国文化，促进世界文明的对话。这个项目呢，说起来这是5年多的时间，但是实际上真的是弹指一挥间，太快了。那么我们常规筹备一个大型的文物展览，大概都需要2、3年以上的时间，更何况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馆从无到有。同时我们有开馆展览，就有7个展览同时展出，规模这么大，规格这么高，我们说充分体会了时间紧、任务重的这个难处同时呢，又因为这几年叠加了新冠疫情，给这个工作呢造成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确实这个难度非常大真是甘苦自知吧。你从17年开始向这个正式公布这个项目，到21年，很多博物馆它可能能把馆舍建好，但是呢，它可能不会开幕有9个展览，而且9个展览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多是自己藏品，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太可能的。策划着北京故宫文物的到来，完成9个空间的展览，创新是他们的目标，也是他们的起点。在未来4000多个小时里，他们还会面临怎样的挑战？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能否如期开馆？这个团队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讲述一个精彩而又吸引人的故事，关于紫禁城的故事。在北京与香港之间，2个故宫的策展人在2018年开始密集的沟通，为了讲好紫禁城的故事，选择前往香港的文物，规划展览的内容。同时呢，实际上是我们希望故宫的专家学者们对这么多的文物的价值的阐释，能够通过这些一系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展陈，在那个地方呈现出来。我们这次都是系列的，一共9个展厅，其中7个展厅是留给故宫的主题文物展。我觉得从长远来讲，是一个文明对话的一个平台，文化交流的平台。那么我们业务部门的这些专家学者们他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从几年以来跟香港的团队一起，夜以继日吧，可以说磨合这个展览大纲首先确定主题，磨合大纲，遴选展品这个保养文物等等的这些工作还有我们要撰写图录有一个专业的这种学术成果呈现给大家。我希望有一个展览是整体要把整个故宫的建筑、故宫的产品来源，然后从它的历史、故宫它这个皇朝跟中西文化交流，然后故宫博物馆的成立，给观众一个带感。第一个叫紫禁万象这样的展览，它就通过建筑典藏和文化传承，让你来了解
我们中国人在这个空间建筑上来体现的我们哲学精神。它的典藏，它每件器物里蕴含的有些这种理智啊、儒家思想啊，还有一代代的文脉的传承，就是你有一个中国文化的总体的印象。恢宏悠久，博大精深，宏伟壮丽，这是一开始他们对紫禁城历史与建筑的认识。在第一展厅，880平方米的空间里，要讲述由8000多间古建筑组成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宫殿建筑群，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一展厅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用一种几个章节的形式，本馆的这个开幕展的一个宏观介绍。第一部分是紫禁城建筑，虽然这个展区的文物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展区很有意思，就是您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跟我们紫禁城相关的一些文物，比如说它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是民间宝座间的那么一个那个设计，然后我们古建筑民间的一个这个陈设，它就是有宝座屏风，然后还有香筒，还有仙鹤。然后把它摆放在那里，就让人好像是置身到我们故宫那个原状的那么一个环境里头。Gallery One 比较好玩的东西应该是赵广超老师设计的多媒体地图。因为紫禁城嘛，它是从元大都时期就已经有个地基的元大都的基础上，然后再重新建造改建的，让大家看一看紫禁城它历年来这600多年来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动。那第二个单元呢是要讲紫禁城的宫廷里面的生活一些仪式啊，然后那第3个单元呢是讲紫禁城里面的这些物品，他们当初是如何被使用的，他们是如何被收藏，然后清代的时候有哪些新的技术创造了哪些新的工艺。那第4个单元是看清代的紫禁城跟世界上其他地区是如何交流的。那最后一个单元呢，其实是在讲紫禁城如何从一个皇城转变成如今的博物馆。500多年的明清宫廷历史丰富精彩。北京和香港策展人多次讨论筛选，选择了100多件文物，讲述皇家生活和紫禁城的文化艺术。你这边安一个。你进来的时候按一个有一点点声音，你到画面给你顶上的时候，按1个到2个，可以吗？小一点的 speaker。第2个展览是关于紫禁城一个生活的展览，是这个 EO 他就把一个不如我们找一个过去一个皇帝1天一个生活，早上到晚上出来。当然，我们整个展厅的文物有300多件，是整体的所有的我们故宫的开幕展里面文物数量最多的一个展厅。我们表现的形式主要是坤宁宫的这个朝祭，就是早上的时候祭祀的这个场景。世界各地的观众都是想知道这个皇帝、皇后啊，这个帝后，还有这个宫里的人每天干什么呀？他是非常想知道的，他有好奇心。我们这主要是体现了一个乾隆他对诗歌的这个热爱。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场景，10点钟的时候呢，乾隆在这边呢和他的词臣一起来做这个茶宴的一个情景。Then they have to blow this up quite a bit. Vents you cannot cover, the rest you can cover potentially. 它是个 video， 是个 video， 现在只是测试这个图像，因为我们上面有很多 tracks， 看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 tracks 的影响。So you're not going to come too close to it. And optically, it's set up for about this distance. So I'm Geoffrey Shaw. I've been an artist all my life. What was proposed to me was the curators here would like to have an experience that was the equivalent of his dream. So that's one problem, and the other problem is the fact that my view is blocked. So we designed a circular couch where 12 people can lie down in a circle and look up at this quite big screen. It's about 5 meters in diameter. So you see portraits of the emperor and his wife. You also see certain, sort of significant creatures like the dragon and the phoenix. You see 2 butterflies which are flying together. So these are the
the very classic, important symbols. 依舊橫塵欲變。 Also, you hear the poem. There are small speakers speaking one specific poem that he wrote to her. 就是我们希望是通过一些那个沉浸式的场景体验，让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清代宫廷生活的细节。 以讲故事的方式呢，让观众更多的去体会，拉近他和这个清宫历史啊、人物啊，还有物品的这个距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空间里，北京故宫里的珍宝、多媒体视觉设计、动画特效、装置陈设，还有声音的设计，围绕紫禁城的一天，让观众走进一个立体的时空体验区，体验神秘的宫廷生活。 皇家的饮食与寿宴，一个来自200多年前中国的故事。而到了21世纪，博物馆迎来了更多更新的表达形式。所以今天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之中，我们怎么从历史中 汲取教训，面向未来，这是故宫带给我这非常重要的启示。作为这个第一批的这些博物馆的创业者，给我们的后继者打好这个基础，还是很关键的，就是开好这个、拓好这个路。沉浸互动的体验，当代艺术的重新诠释对话，成为新生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又一个目标。 居士展厅主要展出的是清代宫廷肖像的一个专题展。这个展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文物少，我们是建了3面，很宽的宽银幕的投影屏，重建当时寿皇殿祭祀这些肖像的场景，来让大家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这些肖像在清代原来的那个功能。Is it possible that this projector behaves differently to that projector?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t should be no the same. Should be the same. Yeah, see what happens. This is 25 frames per second. Yes. 当时我们为什么会找艺术家 Jeffrey Shaw， 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也曾经做过复制周礼的一个视频，所以我们就邀请了他参加我们这个寿皇殿的复原。马文化艺术在历代都有优秀的作品呈现，从神话故事中的飞马、华丽的宫廷艺术，到以战争为题材的绘画，我们凭借着马旷阔视野。 在第9展厅，除了79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13件来自卢浮宫的藏品，还有多媒体互动装置。2021年12月17日这一天，邵志飞来到香港罗湖的一个马场，观察马的行为和反应，为接下来的创作做实地调研。Now you're starting today. Starting today, you can learn. Yeah. I think the one way to communicate is to do the bites. I think what the step we can make now is actually modeling those courses. Yes. When they go through Gallery 9, I hope they really will think about deep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symbol, which is the hors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there are these sculptures of mythological horses, also one very beautiful painting. But I'm going to bring these to life as animations. So in the mythology section, the installation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Tianma Xingkong. We try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height of our gallery because the horse gallery is the gallery with the highest ceiling in our museum. So today we're just testing the projectors. And we also have the computer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So we're going to install the application and just see it running. And then the question was, well, how to indeed bring this to life
the horse is like this on an angle facing you, okay? And then it just simply goes like this, and then goes like that. I needed to do was to bring these horses to a bigger scale. In other words, to bring them back to their life size. So the final horse is 1-to-1 scale horse. Yeah. This is a very big work. It's about 10 meters wide, 5.5 meters tall. It's using a special technology called lenticular printing. And this gives this very particular three-dimensional effect. But at the same time, I've created an installation where there are sensors which can detect the presence of viewers, of visitors, which means we have a painting which is brought to life and a painting which also is aware of the visitor's presence, so that the horses actually react to the visitor's presence. 传统文化是在传承中一成不变，还是要不断改变更新？第5展厅是一场当代设计与传统工艺的对话。在这个空间，你会看到古代中国的精美设计，青铜与玻璃器皿的千年相望，东西方艺术融合下的工艺杰作，举世罕见的国之瑰宝。时间在改变。 不变的会是什么？艺术家右一山人记录了香港本地设计师和工匠的传统技艺，呼应来自北京故宫的国宝，告诉观众，中国人绵延传承的工匠之魂，千年间匠心不息。我们的古人其实也非常有智慧，就是他在做任何器物的时候，他注重这个以人为本，就是如何在更好的。 体现它的这个功用的同时，增加艺术性。我们就讨论了一个这样的题目，现在叫“气为求新”。原来是想叫设计宗师，讲这个现代设计对话古代工艺。喂，咁而家成個嗰個進度 OK 嗎 ？OK 啊，我諗策展啊、佈展啊都落實緊啦。 艺术家右一山人曾创作了推广香港精神的红白蓝尼龙布系列作品。本次展出的文物中，有一件来自乾隆时期的彩色玻璃铁口瓶，恰好也是红白蓝的图样。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这件乾隆时期的艺术珍品就会出现在此時正在測試的玻璃展櫃中。係啊，唔係你大家對唔齊嗰個前後啊？ 我哋睇上嚟係啊，咁巧合嘅 Stanley， 你個紅白藍花樽都係明朝、清朝嘅花樽，不過你就用20世紀嘅一個工業物料，一個係膠布，用呢個紅白藍嘅圖案去做出嚟，但係同佢有一個好共通嘅感覺。呢個情況就係一個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就係個世界真係有啲嘢我哋係唔知㗎，要向橫睇，亦都要向前向後睇，所以。 應該係咁。我想問，如果我哋呢個，如果大家應該覺得個防線嗰個感覺係接受嘅，係咪將會呢個都係呢個色，都係呢物料，呢個都係呢個物料？我哋頭先要克服好多問題，因為我哋嘅設計係有方嘅，方又包括正方、長方，有高有低，但係我哋刻意地、着意地加咗啲係圓。策展團隊。 喺選材咩嘢嘅文物能夠代表到宮廷生活、北京故宮嘅收藏個精神境界高度？選咗之後，其實只係呢個故事嘅起段。工藝帶到嚟今天，仲存唔存在？ 將會見到嘅就係4個香港人嘅設計師，透過呢4個工匠，透過呢4個設計師，就好快將個距離即刻拉到今天。雖然我哋用咗4個代表嘅人物去介紹呢4個個案，但係佢唔係得呢4個，其實呢4個係代表咗呢一班人，呢個系統。 其實佢哋堅持緊中國文化。
这个展厅的成果还将推动2个故宫在教育活动、展陈设计及新媒体方面的全面交流，也希望为当今设计行业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和灵感创意。来到第7展厅，我们能看到6位香港多媒体跨界艺术家对故宫文化的重新演绎。声音装置磬，灵感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即将展出的宫廷乐器金钟和玉磬。动态装置浪书，致敬第8展厅的书法名作。冥冥之中，灵感来自清宫珍藏的机械时钟。见器物观大千，是对中国绘画中的3元及以大观小这2个概念的延续和反思。星垂平野，灵感来自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天圆地方和紫禁城悠久的历史。物化，则邀請觀眾將文物從歷史背景中抽離，重新去理解和感受。咁我哋都希望我哋香港故宮能夠好似做一個橋梁咁樣，去幫呢啲香港呢一代嘅即係創意人才咧，去揾多啲機會啊，去有多啲空間去表現自己咁樣。古今無界，故宮文化再詮釋咧，係今次我哋7號展館嘅一個主題。喂，而家想睇一睇你嗰個咩情況進度？所以呢個其實又唔係純粹一個裝置，其實係一個 media。係啊，你行緊嗰陣時，佢本身學你話齋，佢真係需要嗰陣時。係啊。其實是館長他提出的，要不要我們邀請香港藝術家，用他們來說故宮的故事？這個其實很好的一個角度。係大部分嘅嘢佢睇唔到嘅，其實佢只係睇到光嗰一束光經過嘅地方，或者係反到嘅地方咧，見到嗰啲 object。物化意思係咩咧？佢只得到外形，佢冇其他嘅嘢，佢已經冇咗表面嘅一啲嘅痕跡。咁對於你嚟講，又係一啲咩意思咧？当然，我们这个是对声音的解读。其實佢係建立咗一個好大嘅一個空間啦，讓朋友可以入到去咧，去聽一啲唔同嘅聲音嘅。哦，好玩喎！真係個博嚟㗎！我哋初頭好擔心嗰個紅色會唔會太過長？唔會，好好。但係聽到喺呢個環境度係好靚嘅。咁好多時咧，佢以聲音作為一個主要嘅媒介咧，佢希望將呢一樣嘢咧係可以轉成一啲唔同嘅可能性啦，讓大家唔係淨係以一個耳仔去聽，而係佢能夠全身咁去感受聲音帶嚟嘅一啲嘅可能性。雖然係一個當代藝術創作啦，但係我好希望佢哋嚟睇嘅時候咧，佢哋係唔會覺得係有違和嘅，希望佢可以融和啦，希望佢可以互補啦，希望佢哋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整體咯。呢樣嘢係我覺得最緊要嘅。這些藝術裝置融合最新科技、當代藝術的觀念，卻連結故宮文化的審美與精神。什麼樣的珍寶需要我們人類共同保護和傳承？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的180多萬件文物中，精選出了914件珍貴文物，將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展中展出。這其中有166件1級文物，屬於國寶級別。因為這個本身這麼大一片磬啊，磨得這麼好，還挺難得的，所以它這上面這個漆補漆的這部分我還挺關注的。如果他們這邊修完了，我們4月18號就集中的時候就預裝箱了。如何保證所有文物安全抵達？如何保護這些國家最珍貴的寶物，是這次開幕展最重要的任務。每個人心裡都清楚，這是一次只能成功，不允許任何失誤的行動。一步一步的走過來。那麼在這過程當中，說實話，我們也非常的感動啊！就是這個項目從開始到現在，由內到外，由上到下，所有的單位
啊，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同事啊，我们和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大家真的是这样，把这个项目看得非常重。这个博物馆可以说很多的方面都是史无前例，故宫从来没有这么多文物一次，而且这么等级这么高的文物一次的这个出故宫。一级文物有166件，从来没有。不单是一级文物，有些文物是无价的，一些古代书画，这个价钱是天价的，所以我们还需要购买一个保险。世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也不可能一家保险公司来为你做所有的这个保险，所以它要联合上百家保险公司来共同承担巨大的风险。可能也是有史以来所有博物馆最高的，因为没有一个博物馆可以借这么多重要文物一起给另外一个博物馆。另一方面，馆内的各个部门也正忙着最后的冲刺。这个是最后准备工作，我们现在看好没有问题，就马上可以印，然后全部东西文字都可以上墙了。好多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但还要最后的这个细节啊，灯光啊，这个效果啊，音量啊，都得在最后调试阶段。能抓得比较紧的就是我们这9大展厅。这个屏风上可以多给它一点光啊，是这个屏风上对。所有的展览到最后都成为关键。嫌弃它不平均。哦，你说光线吗？光线应该可以调吧？我看一看。这一边亮一边暗的，这怎么行？没有任何事情是小的。你说你这小数点，你写错了，东西放不进去；展柜设计错了，大小设计错了，放不进去。这是湿度和温度吗？湿度还有这个UV 的这个强度啊，然后还有这个 VOC， 就是里面空气质量。对对。就是最后准备的阶段，那个文物快来了嘛，所以我们做最后的准备了，就一定要，然后也要确保这个 showcase 是好的状态啊，完美的，然后清洁都要做好这样。我真的有一天就查了一下我的电话，做那个记录，我走了大概18000步，就在这里。今天是5月27号，他们正在等待来自北京故宫的学者专家。因为疫情，他们到达的时间一再延迟。终于，5月28号，第一批来自北京故宫的文物和专家学者将会来到香港。开馆准备工作都差不多了，现在关键就是北京博物院这个文物运到香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这个人说一下，这个新馆从时间、从人员、从文物啊，任何的方面、任何的细节都特殊，所以就会特别困难。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可能在这要难100倍。那你们今天呢，赶快把展柜搞干净，里面各种各样的微粒，我们明天就开始布展了。2656，海关他们刚检查过了我们的箱子。跟住最後咧有架好，司機喺邊度？喂，俾 schedule 應該早咗，依家咧就開始上課㗎啦。我哋大概15分鐘到啦。OK，唔該晒。
可以翻嚟。今天是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啊！昨天的话，我们的很多的文物都到了，而且特别要感谢我们故宫、北京故宫的这些同事。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在场的每一个香港故宫的同事的心情，其实都是非常复杂和非常激动的。Yeah, the other thing we asked that Huaxie people will hold the back and the sides when you guys handle it. 3 people. Yeah. 这个9·8周这文物到我们香港故宫以后，要在1个月以内把它完成做好，放在展柜里头，然后把整個展覽做好以後開放，是一個非常非常大嘅工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其實對於香港本土，尤其是香港嘅年青人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角色喺度。將來佢哋會嚟到呢度，我哋有個導賞團，俾佢哋啲學生嚟去認識下即係中國嘅文化。此時，2個故宮終於因為這些珍寶連接在了一起。可以說我們不是一家人，勝似一家人。但是它是獨立的，它是獨立的一個法人機構，不是故宮博物院的一個香港分館，但是它主要的文物的展陳是來自於故宮博物院。就是我們希望呢，就是將來，就是相互的這樣的支持。接下来，他们将齐心协力，将最先抵达的文物安全地放置在为他们而设的展厅空间。北京故宫的文物分5次运到香港，还有一批文物是昨天到了。今天我们这个团队已经开始把文物放进去。24箱开了，16箱，厉害厉害厉害！明天搞完，明天搞完，明天搞完。这些文物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就是真的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这个责任感吧。这次来的文物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等级高，名品汇集，就是名作汇集，有很多很多的叫故宫的明星产品。3号展厅的主题是名土为器，展示来自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陶瓷。对，这个肯定是，这个肯定是，然后那个是轻仿的，所以呢，那个是布展组嘛，所以主要是目前来讲，我们这次来布展的任务，首先是把所有的文物要在这边做一个开箱和点交。实际上我们那个序厅放了12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菊花形的盘子，它还专门定制了一个弧形的展柜，去给这个展品一个非常好的呈现方式。汝窑呢，实际上它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眼光里面，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它取自那个一个诗句，就是雨过天晴云破处，下雨了之后天气刚刚放晴的那种，不是非常的蓝，是那种透透的蓝色。那么这样的一个以小孩的形象做成一个枕头，它实际上是非常的生动和活泼的。9号厅特别展的主题是关于香港文化的特殊符号马。我叫达维佳，我来自故宫博物院器物部。这次挑选的这个6个马首，汉代的马首里面，就有4个我们觉得应该是汉武帝得到汗血宝马以后的这个陶俑做成的那个马的样子。这件作品叫《铜镀金骑士牵马钟》，挺有意思的。它是修复过的，它旁边有一根绳子，是作为它的这个发条，它是可以走的，而且是旁边的那个小窗梁的那个飞龙什么的都是可以动的。此时，在1号厅，展现清宫文化的珍宝们也来到了为他们精心设计的展厅。我叫王燕。然后我是来自于故宫的宫廷部，就是头上的那个天花也是感觉像我们那个宫殿的黄琉璃瓦一样，所以其实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在里面。
配合我们宫廷的这些故宫的文物嘛，给他们又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吧。你知道吗？一张纸的寿命是多长？中国人流传着纸寿千年的观念，一张纸最多可以存世1000年。而在这里工作1年的他，每天都在与笔墨藏品对话。他参与负责的8号展厅即将迎来一批国之瑰宝。哎，王老师，王老师，要打扰您。大规模的那个书现在有一个预期的时间吗？就是这个是赶印的，那么后续的它印刷的一个时间恐怕要有半个月的时间。那这次其实就是濒危的都能够到是吗？因为我们之前有点担心说要晚一些，但是会来。但是现在也是这个时间，因为文物局那边就是整个那个濒危的这个手续时间已经在缩短了。好，那谢谢您，那到时候我们香港见。期待您过来。好，谢谢。拜拜。再见。 70多年前，曾有一批书画在香港被收购，回归到北京故宫。而今天，又有一批书画精品将从北京来到香港展出。展览结束后，这些国之瑰宝又将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休眠数年。比方说，我们希望文物能够更多的惠及子孙后代，能够 让它延年益寿，就不是我们的文物无限期的在外展览，所以我们制定了文物的休眠这样的制度。我们尤其像这个有机质的书画呀，这个服饰就是丝织的哈，这些，我们定期是要有休眠的。与此同时，第2批、第3批，一共5批的文物运输还在紧锣密鼓的计划中。 所有的专家学者们完成着最后阶段的冲刺。策展人陈立安也经常与出差北京的另一位策展人杨旭远程沟通工作进度。杨旭，对的啊。你最近北京点交怎样了？点交现在已经是应该是过半了，第3批已经点完了，给你看看我们这边是故宫角楼。 角楼，然后那边能看到景深，还能看到景山，对吧？今天天气特别好。第3部分呀，那个多媒体，我看建筑部分都已经差不多了，但就是还有就是在那个寿皇殿月台上的月悬那部分，我们还要给他们画个图，要告诉他们那个月悬应该放哪里。 我作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代表和故宫老师2方面来对文物的商况进行一个确认。那这次故宫点交的正式开始是在5月6日，可能前后需要经过1个半月的时间。那北京故宫这边呢，我感觉到最大的不同就是北京故宫的老师对文物本身的认识，对文物的熟悉的程度，是我们无法企及的。这个印呢叫宫殿印，它是非常之重要，就是它是一个 乾隆皇帝对儒家经典的非常重视，一个这个物证。此时，距离正式开馆已经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最近看到展厅进度非常好，很多文物已经放进柜里头，已经封起来了。我非常興奮古董文物終於在我們展廳裏頭佈置好。 行政長官今日嚟咧，就柯根館起晒之後咧，竣工之後佢第一次真係嚟睇。OK。这件是很有名的，然后也是一个明星产品。对啊。那它特别之处在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的定窑的产品，大多数都是碗啊、盘啊、瓶啊，一些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像这种呢，把它做成了一个像雕塑形状的呢，是非常少见的。这个是我们就是第1批来的，因为我们这个马展文物是从汉代开始的，然后我们选取了这几个汉代的码头。它不是一个单单一个展示的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教育的地方，可以让香港的市民多了解这中华的
一生的珍藏捐赠给这个年轻的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2022年7月2日正式开馆，凝结了所有人心血的开幕展览，迎来全世界的观众。一个展览呢，是需要透过非常多的人的合作才能够做起来的。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重新看这些傳統的文物的時候，可以有怎麼樣一個新的解讀。已經係經過2年嘅磨合咧，其實即係而家我覺得係一個相當順暢嘅地步。建立一個故宮，展出故宮嘅文物，其實對於香港亦都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事情。咁畢竟我哋每個都係中國人，咁我哋可以睇到親身地近距離接觸到啲作品咧，其實係我覺得一個好大嘅榮幸。不只是来看到国宝，而是能够通过这些作品，能够了解到这些古代的文人怎么来通过这些绘画来表达他们的感情。一生当中能见证这样一个新的故宫的建立，是很有意义的。I me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treasures which are normally in Beijing to come to Hong Kong and to be accessible to Hong Kong public. The Hong Kong Palace Museum is truly the greatest gift to Hong Kong. 我相信，所以我看見。这是一个将来要办成世界一流的博物馆。所以香港其实它也应该发挥一个优势，就是它要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些博物馆做法都要带到这个博物馆来。当我们去向社会、向世界展示故宫它的文化价值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一个呈现。它是如何体现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生生不息？你只有知道你从哪里来，才能知道去哪里，走向哪里。所以还有一个这样的展览，这些展览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你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接古代跟现代，连接北京跟香港，连接世界。这些贵宾终于来到这里，静静地躺在这个全新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器物、色彩、图像，在此间带着你游走。这个世界很喧嚣，这个世界很安静。这个世界有你有我，还有这些美丽的物件，留住我们的脚步。让我们靠近他们，靠近一个个有趣又典雅的灵魂。相遇、凝视、神交，这是一次等待1000年的约会。